乌克兰再获得30架特殊 F-16，俄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退败。北约预计向乌派遣军队，俄先进隐身雷达被摧毁，1架美军 F-35坠毁。巴西花费10亿美元购买黑鹰。俄罗斯组建非洲兵团，波音获得76亿炸弹订单。2024年5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比利时，并和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会晤。之后，比利时政府宣布将签署9.77亿欧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将向乌克兰转让30架 F-16AM 飞机。而随着比利时的 F-16加入呢，乌克兰 F-16的数量将从55架增加到85架。比利时首相对此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这些 F-16AM。想必一些观众会对 F-16AM 这个版本比较陌生，接下来大兵就简单介绍一下。直白地说，F-16AM 是基于 F-16 Block 15的改进型。1989年，美军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空军试图通过改进，让 F-16 Block 15拥有 Block 50、52的驾驶舱和航电设施。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些老式的 F-16能够发射新式的空对空导弹，以增加战机的性能。这次升级有几个关键点，包括具有更快数据处理速度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允许超视距作战的红外瞄准系统，以及 APG-66V2A 雷达。经过升级的单座和双座2个版本，单座的被称为 F-16AM， 而双座呢为 F-16BM， 或者统称为 F-16 Block MLU。虽然援助了30架飞机，不过比利时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些飞机都只能由乌克兰国防军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不得进入俄罗斯领土。2023年8月，荷兰和丹麦首次宣布向乌克兰捐赠 F-16。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美国制造的战斗机，以在反攻期间获得对俄罗斯人的空中优势。美国在批准飞行员培训完成后，立刻将 F-16从丹麦和荷兰转移到了乌克兰。目前，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正在英国、美国、丹麦和罗马尼亚进行。五角大楼发言人迪茨少校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正在进行额外的训练，第一批乌军飞行员已经从美国 F-16训练中心毕业，而其他一些飞行员仍在接受培训。除了比利时的30架 F-16外，乌克兰还将从丹麦接收19架，荷兰接收24架，从挪威接收12架，总计85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说过，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领土上大约投入了300多架战机，而乌克兰想要进行有效防御，至少需要115架。所以这次比利时的援助非常关键，它使得乌克兰在未来有能力同俄罗斯争夺空中优势。目前俄乌战争最激烈的恰西夫亚尔以及阿夫迪夫卡以西，俄军正在大量的使用攻击机携带滑翔炸弹，从30到40公里以外对乌克兰阵地进行攻击。但这种情况将在 F-16加入后不复存在。每架 F-16可以携带6枚 AIM-7 麻雀或者 AIM-120 空空导弹。凭借航电武器优势，乌军的 F-16可以在50公里以上的距离对俄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精确打击。所以俄罗斯对北约伙伴援助 F-16的行为非常恼火。俄外长曾经对此威胁称，进入乌克兰的所有 F-16都将成为俄罗斯的率先打击目标，所以乌克兰现在也正在建设地下掩体。之前北约官员透露，首架 F-16将于今年夏季抵达乌克兰，但具体时间不会透露，以免泄露给俄罗斯。至于其实际表现，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5月28号，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纳扎尔沃洛申中校指出，俄军队正在使用 TOS-2 火炮系统猛烈打击沃夫昌斯克，同时还使用了大量的滑翔炸弹。然而他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乌军收复故土的决心。战争地图显示，乌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进攻，并夺回了市中心靠左的一小片区域。同时，乌军也在当天夺回了利普奇东北部的一片阵地。虽然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俄罗斯在利普奇市区推进了数百米，不过并没有视频证据证明这一点。而在卢甘斯克，俄军同样过得也不太好。俄军虽然在库皮扬斯克附近进攻，但遭受了非常大的损伤。一位俄军事人员称，他们与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自杀式无人机比为1:20，并谴责国际社会，声称他们的制裁影响了俄罗斯获得无人机的能力。
同时，乌军使用的 ATACMS 对卢甘斯克地区一个机场进行了打击，目标呢是俄罗斯先进的远程雷达系统 NEBOM 雷达系统。该雷达系统呢是一种在2017年服役的多用途雷达。据俄罗斯官方声称，该雷达探测距离高达600公里，能够探测弹道导弹，甚至 F-22和 F-35这种先进的隐身战机，每台的价值高达1亿美元。不过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以上俄罗斯所说的这些，除了价格，也就仅仅只是声称了。要知道 ATACMS 射程大约为300公里，最高速度仅为3马赫，而且没有隐身涂料。而中程或者洲际导弹在末端时速度可以轻松达到高超音速，连短程弹道导弹都拦不住，面对金牛座这种具有隐身能力的导弹，恐怕就会更加力不从心了。而且说来很巧，搭配 NEBOM 雷达的 S-300、400最近也被 ATACMS 给收拾了，全程还被乌克兰无人机拍了下来，发在了网络上。只能说这对难兄难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算是达成了。有外媒指出，这次对俄罗斯先进雷达的打击证明了北约武器在面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技术先进性。去年8月份，有消息传出，乌军使用 AGM-88 反辐射导弹摧毁了一台型号疑似 NEBOM 的雷达。而在上个月，乌军游击队又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战略雷达进行了破坏。可以看出，乌军目前在有针对性地打击俄罗斯的雷达阵地。联想到最近一直流传的 F-16即将抵达乌克兰的传闻，大兵猜测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防空雷达的打击是不是在为 F-16铺平道路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恰西夫亚尔，俄军继续在该地区发动机械化攻击。虽然被乌军打退了2次，不过俄军依旧推进了几百米，但依然没能占领恰西夫亚尔最东部延伸出来的那一块居住点。同时，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发布录像显示，他们在1天之内又在该地区摧毁了2辆俄罗斯装甲车。看来之前被重创的47旅最近又开始恢复战斗力了。不过，在恰西夫亚尔东北的卡利尼夫卡，俄军取得了一定进展。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目标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为了包围恰西夫亚尔。为了防止阿夫迪夫卡战役重现，未来乌军需要在侧翼投入更多军队。不过好在乌军大规模动员已经开始，兵源问题并不算太大。而在阿夫迪夫卡，俄军在新波克罗夫斯克以东略微推进。不过从他们受到的抵抗程度来看，乌克兰部队大概率已经主动退出了这片区域。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村，俄军在占领该村后，西部是一大片平坦的田野，想要继续进攻，就需要做好在乌军火炮下裸奔的准备。同时在该地区，俄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如大兵之前所推测的，乌军在失去阿夫迪夫卡之后，试图依托沃夫恰河防御俄军的进攻。有俄媒指出，俄军下一步可能会以沃夫恰河最南端的城市卡尔利夫卡为重点，并依托该城市进行下一步战斗。5月26号，英国快报援引德媒消息称，如果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战线取得战略性突破，几个北约成员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本月早些时候，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议员对德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表达了不满，并且表示，如果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足，俄罗斯在东部战线的最新攻势中取得战略性突破，那么对西方来说，局势就会急剧恶化。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将不会等待俄罗斯军队抵近这些国家的边境地区，而是将自行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根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所说，虽然北约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但北约成员国有自主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西方国家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但这个想法只得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支持，而德国和美国表示了较为明显的反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15号对记者表示，法国已经卷入了俄乌冲突，如果法国继续提高对俄乌战争的干预程度，法国将成为俄罗斯的敌人。29号凌晨4点，一架美军的 F-35发生了坠机事故，飞行员逃生，但战机被完全焚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随后的声明中表示，一架 F-35B 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斯空军基地的途中，在新墨西哥州科特兰空军基地加油后坠毁。
飞行员安全弹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遵循协议并展开调查。而之后呢，科特兰空军基地发表了一份新声明，表示这架飞机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降落在科特兰加油，在48分钟后呢，在设施西南方向坠毁。值得一提的是 ，F-35B 的事故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屡次发生了。22年12月15号，一架 F-35B 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海军航空站联合预备役基地垂直着陆失败并坠毁，试飞员成功弹射，没有受重伤。当时这架飞机正在进行生产试飞，尚未交付给美国军方。事故原因是飞机软件系统发生故障，由于当时机场风速为5节，所以控制台打开了一个名叫尾流湍流程序。该程序呢用于抵消尾流湍流的影响，但要求每架飞机彼此距离应该超过2700米。但是由于飞行员并不知道，所以在降落过程中，每架飞机仅仅相距90米，这导致前一架飞机产生的尾流影响了后一架飞机的空气数据，并且最终导致了故障。而在2023年9月17号，又一架 F-35B 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坠毁，原因是自动弹射系统被意外触发了。而这次发生的事故呢，从现场照片看，并没有其他飞机的干扰，所以真正的坠毁原因还有待美军接下来的调查。5月28号，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巴西出售外国军事物资，涉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以及相关的后勤和方案支持。这笔交易价值高达 9.5 亿美元，包括最初收购 4.5 亿美元的主要设备，以及高达5亿美元的额外设备和服务。国防安全合作局已将这一出售案通知了国会。巴西政府已经要求购买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以及34台 T-70GE-701D 发动机和28台带惯性导航的 Eagle M 嵌入式全球定位系统。UH-60M 是黑鹰直升机的变体，超过2000架的 UH-60黑鹰直升机在美国服役，并且出口了600多架。黑鹰直升机由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西科斯基飞机公司生产设计制造，部分零件呢在日本和韩国生产。UH-60M 黑鹰具有低可探测性和出色的低空飞行能力，同时其生存能力也很出色。该飞机可以耐受小型武器和大多数23毫米高爆弹的射击，机载燃油系统具有防撞和自密性，座椅和起落架也都是吸能的。值得一提的是，巴西这次采购的 UH-60M 可能是为了替换其老旧的黑鹰机队。2023年12月，巴西陆军参谋长发布了公告，授权开始停用 UH-60黑鹰和美洲狮直升机。这些飞机是由巴西第2、3、4陆军航空营装备的。陆军还建议其后勤司令部制定各自的拆除计划，并在本条例公布后最多180天内将其提交。巴西在1990年代购买了4架 HM2， 在2000年代购买了8架 AS532 美洲狮。巴西的黑鹰和美洲狮都已经运行20多年了，并且没有进行现代化改造。俄罗斯正在组建非洲军团。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在5月28号报告说，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加大了招募卢旺达、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公民，并且为来自非洲的新兵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攻击编队。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俄罗斯国防部承诺向加入俄罗斯军队的中非人提供2000美元的首付、2200美元的月薪、健康保险和俄罗斯公民身份给个人及其家人。近日，美国空军授予了波音公司一份价值75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制造更多套件，将炸弹转换为称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也就是 JDAM 武器。五角大楼24号表示，该公司将根据固定价格、不限数量和时间的提供 JDAM 尾部套件和其他物资。该公司将在2030年2月底之前，在其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工厂生产这些套件。空军表示，一些 JDAM 还将交付给海军，海军正在帮助为合同提供资金，外国客户也将收到部分 JDAM 物资，其中近2.282亿美元的合同是来自外国军售资金。为了制造 JDAM， 空军或者海军将制导尾部套件附加到500磅到2000磅的非制导炸弹上。该尾部套件包括了一个导航系统和一个 GPS 制导控制单元，即使在恶劣天气下，也可以将炸弹从飞机上引导到地面目标。
GDAM 套件的单价约为25000美元到84000美元，具体是取决于空军1年购买的数量。对此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